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你们人生当中那个对的人，他会具备怎样的特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四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那首先呢，这个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星币8，就是关于你们人生当中那个对的人，或者说正缘。他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呢，就是他要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或者说他非常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啊，他们会有一个非常坚定的内核。他们的不同点呢，在于大部分人他们的工作呢，只不过是保障自己物质生活的一种途径，而他们会把自己手上的工作赋予一个更高层面的意义和内涵。也就是说，他们手上做的事情啊，他们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钱或者说物质，而是通过钱或者说通过他们所得到的这种物质上的回报来达到他们一个更高层面的目标。所以说他们会把物质看成是一种工具，而非最终的结果。那么这个星币10呢，Ten of Pentacles， 他们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呢，这张牌我觉得至少有2个很重要的特质。第一个是他们会非常尊重长辈，尤其是他们的父母，他们和父母的关系的相处会非常的融洽，也就是说他们的这种观念会很传统。而且呢，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听到这里的话，会有一种猜测，就是他是不是会有一点宝妈宝。那我觉得呢，如果他是一个妈宝的话，那么他应该是没有自己的一个很坚定的内核的。因为一般妈宝的话会很他们会没有自己的主见。但是这个星币8呢，就是我们抽到的这个人，他很明显是有自己的事业作为基础和保障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会很尊重自己的父母，但是绝不盲从。这个星币10应该，而且呢，星币10它的另一个特质呢，就是他们会非常喜欢动物，可能说他们会有自己的宠物。那么第3张牌呢是 Judgment， 逆位的 Judgment 呢代表的是他们曾经就是这个人在遇到你们之前啊，可能会经历一次非常重大的变故啊。Judgment 代表的是一种命运的审判，或者说某种业力的偿还。当他处在逆位的时候呢，就说明他们并没有被之前那个人生的变故或者说经历所击败，而是说在失去的废墟之上把自己重新拼接起来了。可能说他们在遇到你们之前呢，经历过一次非常重大的感情上面的挫折，或者说在他们从小到大成长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曾经发生过巨变。有可能是他们小的时候啊，家庭条件非常的优越，但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是因为家庭啊，或者说生意经营不善啊，一度陷入到危机当中。那么我觉得之所以他们会拥有这种很坚定的内核呢，也是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种命运的考验，或者说危机，从而养成了他们的这种性格层面的特质。那么第4张牌呢是 Artist 对应的是一种就是在他们的本职工作之外啊，他们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小众的或者说非常有格调的爱好。这个 artist 呢偏向于这种艺术类或者说创作类的爱好，比如说写作、绘画，甚至他们有可能会某种乐器。所以这个第4张牌呢，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或者说理想主义者，就是我至少能够从这张牌面上看到他们是很热爱生活的。可能在他们的这个爱好之外呢，他们可能80%的时间都集中在自己的事业上或者说工作上，会有一点工作狂。那么星币骑士呢，就对应的是这个人他的一些更具体的特质啊，就是他们有很强的这种土象特质，很强的摩羯的、金牛的还有处女的这种能量啊，最可能是这3个星座。
摩羯代表的是他们的保守啊，就是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啊，就是他们应该是那种极度自律的人，每天应该做什么，什么时间做，他们都有很明确的规划和目的。土象特质本身就有一种固执或者说死板啊，但是土象特质它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情绪，不容易 emo 啊，情绪非常的稳定啊，他们的这种稳定的情绪呢，能够让他们以一种更理性的方式去看待一些事情，或者说能够非常冷静的去处理一些突发的状况。我觉得可能也是他们的这种稳定的情绪啊，能够吸引到你们，能够和你们有一个互补啊。那么他们身上的这种金牛的特质呢，会让他们更着眼于未来啊，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未来，包括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感情，他们都是在建立在一个能够拥有更美好的未来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说这个星币骑士他们的着眼点永远在于未来，所以你和他们谈恋爱的话就是奔着结婚去的。他们一开始就是对待一段感情就是从一而终的，非常的坚定执着。但是呢，这个星币骑士的话，因为他们对待感情的这种坚定和执着啊，所以说你们在遇到他们的时候，可能他们还没有彻底的从上一段感情带给他们的余波当中走出来啊。所以我觉得啊，有可能他们非常忘我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就是因为他们特别想要从一段感情当中把自己抽离出来。金牛其实是那种看起来绝情，但是实际上非常深情的类型。星币骑士的话，他们始终是在路上的，永远都不会停下来。我觉得如果你们要靠近这个星币骑士的话，那么你们不能抓住他，你们也不能控制他，你们要和他并肩同行，要始终和他在同一个频率和节奏上。这个星币呢，对应的是最后它对应的是这个处女的特质啊。处女的话，就是他们会非常注重细节，应该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粗中有细吧。看起来他们好像每天的工作全部都是生活，但是呢，你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他们的你能够感觉到，在一些细节上面，他们的心里是有你的。也就是说，他们会能够很好的把握这种人际交往当中的边界和细节，就是很有分寸感的一个人。他们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是绝对不会越界的。可能说也是因为这种特质啊，你们的一开始的这种关系发展会很慢，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有一点小心翼翼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其实最反感的就是在人际关系当中过分自信的那些桃花，没有分寸感，会侵犯到你们的这种边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星币骑士呢，他能够打动你们，或者说这个对的人啊，他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在于他们的分寸和克制，甚至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他们在一段关系当中有一点太闷骚了。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神谕卡呢，是大天使想要通过这张牌给到你们的一个爱情方面的指引吧，对，或者说一个祝福啊，它有点像 silver lining， 就是乌云背后的那一线希望。就是他们出现的这个时机呢，很有可能是在你们的人生布满了这种乌云和阴霾，当你们已经就是觉得有一点失去了相信一个人的力气和爱一个人的能力的时候，当你们整个人感到对爱情这个概念有一点麻木的时候，它就偏偏会出现。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就像是你们人生当中的一抹阳光一样，能够让你们重新相信一些美好，能够让你们的生活当中重新看到玫瑰啊。所以它就是有一种否极泰来的感觉，他们出现在一个你们可能觉得它最不可能出现的时间点上。所以这个世界很大，大到它能容纳一切的不期而遇和久别重逢，所以还是请你们要保持期待，保持相信。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那么第二组牌关于未来对的那个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的特质的话，那就是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他们安静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星币侍卫，他们动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权杖骑士啊。就是我感觉你们在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是一个潜力股，
属于那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类型啊。而且呢，可能会有一点大器晚成，就是他们的发展轨迹呢是他们会一口气读到一个非常高的学历，然后才会进入到社会当中开始自己的事业。这个星币侍卫的话，他们应该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就是他们的学习成绩会很好啊，很喜欢思考的这么一个人啊。他们有着非常繁荣的这种精神能量。他们在读书的时候呢是很低调的啊，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星币侍卫啊，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前半段呢是不鸣则已啊，而且呢抽到的这张牌，这个神谕卡呢，它是一个中世纪的欧洲的城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啊，就是说可能是在暗示这个人他们有过留学经历，或者说曾经在国外留学攻克某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攻克自己的学业，攻读学业。所以说他们在某个方面的这种知识储备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这个圣杯呢，这9个圣杯呢，其实都对应的是他们有着非常丰富的这种内涵和知识储备啊，有一点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感觉。他们在自己所攻读的钻研的某个领域上面非常的自信，而且呢，这个圣杯9啊，他们读过很多的书，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呢，可能是远在于你们之上的。我觉得在某个领域，你们会是有一点崇拜他们的。权杖骑士呢，其实是怎么说呢？他同样有着很强烈的这种火象能量啊，而且呢，他手中的这个权杖啊，有可能是他在事业上面会给到你们一些帮助。而且呢，就是这种火象能量啊，他们的这种强势呢，在感情里边啊，他们是属于那种大包大揽的类型，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决定，他们会可能已经不是说帮你们做，而是说替你们做决定。就是你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会感觉到很轻松，对，因为他们是那种有一点强势、有点占有欲的类型，所以他们在一段关系里边会很容易吃醋的。当他们在自己的一个领域当中的时候呢，他们是很安静的，但是呢，他们在感情里边又是很热烈的。所以说他们的这种热烈呢，可能有的时候会给到你们一些压力啊。而且呢，这个权杖骑士他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他们有可能会在你们一个完全没有，就是你们在已经开始谈恋爱之后啊，他们可能会在一个你们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向你们求婚。就权杖骑士，你们的感情发展到一个阶段呢，他可能会偷偷的安排或者说布置一个典礼来向你们求婚啊。所以说这个宝剑8呢，就是说在这段感情里边呢，你们会就是你们的眼睛被蒙住的，就是说在这段感情里边可能你们是盲目的，在爱情里边你们是盲目的，有一点失去理智的感觉。而且呢，我们抽到的这3张牌啊比较特殊，就是它是同时具备了火象、土象和水象特质的这么一个人，有点像6边形战士啊，就是它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的。所以说这个月亮牌呢，就抽到这张牌，它就有一点像你们的这种很接近你们的理想型了啊，就是说很接近你们梦中情人的这种感觉。因为就是对方在性格层面上的话，我没有看到什么太明显的短板。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月亮牌的话，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啊，就是他们曾经出现在你们的梦中，就是你们甚至在你们的梦中已经和他谈过一次恋爱了。所以说对于未来的这个人的话，除了他在性格上面有一点强势，有一点优秀到不真实的感觉啊。而且呢，我们还抽到了这张爱之神谕卡 Past Life Relationship， 就是说你们2个人可能会有一些前世的姻缘和联系啊。你们见到这个人的话，你们是怎么说呢？可能不会太意外啊，因为他们会和你们就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见如故。这个一见如故呢，有2个层面的信号，一个是你们就会感觉自己在哪里见过他们，似曾相识。还有一种这种一见如故呢，是你们会感觉到你们彼此有着很相似的灵魂，
就是三观出乎意料的契合啊，感觉自己就是当你们能够在这种精神层面上获得一种匹配的时候呢，你们会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合理性啊，就是说这个人的出现，他能够带给你们一种慰藉，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段很有默契的，并且宾至如归的感情。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那么第三组牌的第一张牌隐士牌啊，就说明对的那个人他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他们是理解你们的，你们的情绪或者说感受会有一个共鸣啊，就是它是一种深层次的感同身受，他们是能够接住你们的情绪的。这种理解呢，它不是那种肤浅的流于表面的理解，就是可能很多人在你们人生低谷的时候呢，他们会很轻描淡写的去来安慰你们，说我能懂你，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是其实你们明白，那只是一种流于表面的在语言层面的这种安慰而已啊。我觉得当你们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被一个人理解的时候，这种感觉它是很奇妙的，他甚至可能不需要有太多的语言层面的交流，就是这个人他会很安静的坐在你的身旁，默默的陪伴着你们，就你们两个人之间不仅能懂彼此的语言啊，更重要的是你们能够有一种深层次的默契，你们更懂彼此的沉默，有的时候什么都不说反而胜过什么都说。所以说当你们以为自己蜷缩在一个看不见光的地方啊，那么这个人他们就会提着灯来坐在你们的身边。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对的那个人啊，就是他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你们曾经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啊，会让这段感情历久弥深，它一定是一段相互扶持的感情。而且对方还有一个特质呢，就是说他们的工作或者说学习的领域呢，有某种很强的这种公共事业的属性啊，就是能够帮助到别人，或者说他们的工作有着很强的光环，是能够受到社会的尊重的。就是往大了说啊，他们的工作能够提供一种很强的社会价值给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可能是有关于法律啊、医生啊、教师啊，就某种国家机关啊、事业单位啊，就是他们是可能说掌握的是某种资源的分配，或者说能够掌控某种权利，能够帮助到很多的人。那么这个权杖6呢，就说明你们两个人彼此会经历很多啊，会共同见证对方的成长。这个权杖6其实它是有一种荣誉等身啊，就是被周围的人所簇拥。你们两个人最重要的是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相识于微，一起成长，从低谷到高峰。可能说这种从低谷到高峰呢，不是说你们两个人是一直陪伴彼此的，可能说你们两个人中间分开过一段时间，然后又会在更高处相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他一定是能够在你们人生最困难的那个阶段能够陪伴着你们啊。我觉得这种共同的经历啊，它是最宝贵的，在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当中。那么所以说我觉得第三组牌抽到的这个对的人的特质呢，可能说他没有像第二组牌的那个人那么优秀，但是你们两个人一定是能够彼此扶持，尤其是你们两个人会共患难啊。所以这段感情最宝贵的地方是它既有精神上的共鸣，又有共同的成长。所以说来说去呢，这个人最明显的特质就是他一定要和你们共同经历一些事情。最终这个经历的这个结果呢，可能它就没有那么重要的，重要的是过程，重要的是他是否能够陪伴你们啊。所以说这段感情当中最宝贵的就是说，这个对的人他还有一种最宝贵的特质呢，就是他不是一瞬间的感觉，而是说在彼此激情消退后，你们依然会愿意去选择陪伴彼此，共同前行。那么这宝剑侍卫的话，就是说这个对的人啊，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他们本身有很强的风象属性，就是他们本来是很热爱自由的，但是在遇到你们之后，他们可能会放弃自己对一些自由的追求和渴望，他们可能会给自己自愿的套上一个爱的枷锁。因为他们本来是喜欢自由的，很自我的，但是呢，这种我觉得真正的爱呢，它一定是要有一些妥协和迁就的，就是他要自愿去背负一些责任。所以说我觉得这段关系呢，它是承载了一些使命的，就是为了这段关系会放弃掉一些东西，会做出一些牺牲。所以说这段关系呢，我觉得它并不是说你们两个人之所以会，就是这个对的人之所以他会成为那个对的人，并不是说对方长得有多帅多有钱，或者说有多么高的社会地位，而是说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们能够共同经历一些事情啊，可能说在你人生很艰难的时候，对方他是恰好陪伴在你们身边的那个人，你们能够一起留下一些很美好的瞬间和记忆啊。所以说这个权杖的话，就是说你们的这段关系啊，最终他这个对的人啊，他一定是敢于承担一些东西的。可能说他们会给你做出一个很重要的承诺，它更像是一种保证，或者说一种形式。它的象征意义呢，就是说给到你们安全感，或者说在一段感情当中，他非常需要这种承诺来让彼此依附，让这种爱有一个寄托的地方。那么抽到的这张神谕卡呢，它就像一个迷宫一样，关于你们的人生，关于你们两个人的相遇啊，它不是一条笔直的直线，而是说它就像一个蜿蜒曲折的迷宫一样。你们在遇到彼此之前啊，可能说这个感情上面会经历很多的波折，人生当中走马观花的会出现很多的人，但是有一个人啊，他一定会驻足在你们的身边。所以说在一段感情当中经历了一些跌跌撞撞的失败的关系之后，你们才会遇到彼此。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吧。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啊，就是对的人最终会出现，美好的灵魂最终会彼此相遇。那么在这之前你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抽到的这张爱之神谕卡就是大天使给你们的一个指引啊 ，Love yourself first， 爱你们所爱，想你们所想，追随你们的心，无问东西啊。你们在爱自己的过程当中，你们自身是发光的。如果说你们想要一个人用怎样的标准来对待你们，你们就先要以同样的标准来对待自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那第4组牌的话，从牌面上来看的话，这个对的人呢，怎么说呢？他是有一点禁欲系的，就是有一种很高冷的人设。这个宝剑骑士的话，对方他穿了一个厚厚的铠甲，把自己武装起来，就是远远的看上去呢，没有人能够走进到他的生活当中啊，有一点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就只能远远的看着他。那个宝剑骑士的话，抽到第4组牌的这个人呢，都是宝剑骑士，他在颜值方面可能是我们4组牌当中最出色的。对，他的这种颜值呢，就怎么说呢？他是有一点冷清的，很秀气的，很英俊的面貌。而且呢，宝剑骑士他可能还会有一点贵族的气质在里边。而且呢，这个宝剑骑士他们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小众的爱好，他们的这种爱好会让他们整个人的气质很出众。宝剑骑士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的智商很高，但是可能情商很低，或者说就是他们就不是那种很喜欢去社交的。他们宁愿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啊。就是这个宝剑骑士他们的恋爱经历是很少的，虽然说他们的条件很好，但是他们基本没怎么正经的谈过恋爱。但是我反而会觉得这个宝剑骑士他会很真诚啊，因为冷酷的外表是他们呈现出来的一种形象。就是我觉得可能话越少的人，越冷酷的人，其实他谈起来恋爱反而是越真诚的。那些看起来很会说话、很会撩的、很暖的人，就是有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他们往往会是那种中央空调，就是对谁都很好啊。所以宝剑骑士的这种很冷清的气质呢，
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天然的屏障，就是当你们走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他其实是很单纯的一个人，就是单纯的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社交，有自己的爱好，就一个人自由又洒脱，不会被一些东西束缚，也没有什么牵绊。那么这个圣杯侍卫的逆位呢，就是你们在接触这个人的时候呢，就是你们是有一点小心翼翼的感觉啊。逆位的圣杯侍卫呢，它是有一种爱在心头口难开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话，你们可能会天然的被这种禁欲系的人设所吸引啊。就是在一开始啊，这段感情一开始的时候呢，它是以暗恋的形式存在的，就是会偷偷的关注到对方，一点点的去靠近，不动声色不张扬。但是呢，你们的这种默默的暗恋会被对方发现，就是有一些很偶然很巧合的事情呢，会让对方意识到原来你一直在关注着他。所以说这段暗恋呢，最终会被发现。而且呢，怎么说呢，就是在这段感情里边，尤其是在面对你们喜欢的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逆位的圣杯侍卫啊，你们会是有一点自卑的，就是你们时时刻刻想要谨慎的去维持这种表面上的得体。所以说你们骨子里边的话，我觉得你们的这种一开始的爱它是不张扬的，很内敛的。然后圣杯侍卫的逆位的话，就是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隐藏自己很多的小心思啊，尤其是在感情上面的，会藏着很多的心事和秘密。就是你们在感情里面其实很能忍的，尤其是在喜欢一个人这件事情上面，你们就会一直憋着。那么这个圣杯国王的逆位呢，他这个人的话，我觉得他只是看起来高冷，因为他会这个逆位的圣杯国王，就是他们会把自己的温柔隐藏起来。他们的这种爱呢，也是不张扬的，很内敛的。就是你们两个人的话，可能对于一段关系都是很被动的，但是呢，逆位的这个圣杯骑士，国王的话，就是给我的感觉，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情商低，而是假装自己情商低，因为他们就不喜欢那种自己的生活当中充斥的那些无用的社交啊。就是所以说，这个宝剑骑士他其实内心当中是有一个很温柔细腻的世界的，就不会轻易的对人敞开。所以这段关系里边，你们两个人都挺被动啊，就是两个人都待在原地，然后兜兜转转一大圈，再一次的看到彼此之后会恍然大悟啊。所以说这段关系呢，它一定是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时间的发酵的 time。而且呢，权杖三这个人的话，他同时也会具备一些火象特质。而且权杖三的话，对方他有着一个理想或者说目标啊，他好像在期待着什么，又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并且呢，因为对方的这种火象特质的话，他们轻易不说话，但是只要你们和他聊天，你们就会很开心，因为你们就是会被对方的这种会被对方的特质一方面是吸引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们可能会非常喜欢对方的声音。就是这组牌的话，你们被对方吸引有两个点，一个是你们可能是颜控，第二个你们是声音，就是声控。你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啊，他们的这种声音呢，因为具备这种火象特质啊，所以说他们的声音是那种既温柔又坚定的，就是你们听到对方的声音，你们就会很有安全感。对，所以说宝剑四的话，在你们遇到对方之前呢，他们是很自闭的。宝剑四就相当于是一种自闭啊，他们会把自己可能说是他们自愿的待在某个地方，看起来就是好像把自己困住了一样，可能会很宅不太喜欢社交，不太喜欢外出，他们也同样喜欢打游戏啊。但是呢，这个宝剑四还有这个权杖三给我的一个信息呢，就是他们虽然条件很好，但是他们丝毫不知道自己条件很好，或者说他们觉得这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有一点像是那种帅而不自知的感觉。所以说这一段关系的话，你们看到对方的第一感觉其实是就是对方啊，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因为这种强烈的吸引啊，所以说你看到对方的第一感觉呢，反而是想要 retreat 后退。对，因为你们的话可能在一段关系里边是有一点
有一点，尤其是当你们感觉你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喜欢的时候，你们就会有一点害怕自己的这种喜欢。所以说跟大部分人不一样啊，你们如果遇到一个真的很喜欢的人啊，你们不是会靠近对方，而是会让自己往后退啊，下意识的往后退，因为你们很害怕一段失去控制的感情。所以说这段感情的话，它一定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发酵的，它不是说那种转瞬即逝的像龙卷风一样的爱情，就是它反而像马拉松一样，你们两个人的这种感情或者说爱情啊，它是会需要时间的沉淀的，长长的路要慢慢的走。当你们的爱很深的时候，时间就会变得很浅。所以说你们两个人可能原来是在两条平行的轨道上，就是彼此知道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人，然后命运可能会安排一些阴差阳错的事情，比如说因为某些事情对方来寻求你们的帮助，或者说你们要寻求对方的帮助，然后建立了这种很奇妙的连接之后，你们之间的联系就开始慢慢的多了起来。所以说这种关系它其实一点也不复杂，反而还会很单纯。因为这个世界呢其实一点都不缺少复杂，它缺少的是那种单纯，就是说在长途跋涉之后返璞归真的感觉。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